1980年代的中国政坛吧，有3大潜力股，对，第一叫做太子党，这个很好理解，是吧？这个是正确的投胎，当然就很容易升上去。第二呢，就是秘书党，所谓共产党干革命靠2杆子嘛，枪杆子、笔杆子，对，枪杆子和笔杆子，这个笔杆子特指就是新闻这个笔杆子。我觉得中国的新闻体制就是杆子体制，而且不仅是杆子体制，这个体制是控制新闻工作者的，是不能让你采掘信息和传播信息自由。而且我们在那个杆子体制中工作时间长了，被塑造成杆子人格，特别是官员的这样一个观念之守旧、之僵化啊、之顽固。那么特别是他们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重新回来，我老是喜欢套这个马克思的一句话来形容他们。当年我就是用这话套他们，他们就是回来以后就是以这个10倍的仇恨，对，100倍的疯狂，1000倍的贪婪。绝大多数的老干部就是刚才我讲的这样一种心态啊，老子终于重新有掌权了，拿到权以后干什么？对，安排子女，是吧？你看，习近平马上就成了这个耿彪的秘书，是吧？那一大批这样的人都成了那些领导人的秘书都是这些人啊。如果人作为从时间这个一维度上来看呢，应该是向后看寻求智慧，向前看寻求希望。对啊，那这个民族总是向后看去寻求希望，这个是非常奇怪的。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呢，我是想这个进入这个政坛吧，所谓。那为什么呢？基本上这也是我总是从这个出了这个虎口又进狼窝的这么一个生活经历嘛。那时候我就一心想出虎口，我就对这个新闻评论、这个政治评论员这个工作太不喜欢了所以呢，我就想只要能挣脱这个，我本来是对口培养做政治评论员，在人民日报干这个活儿，那我想这等于说是婚约都已经签了呀，对吧？你进来读就这样干这个的，那我就像这个50、时代的妇女一样，对，我怎么样能挣脱这婚约，跟谁我都跑，先拆小脚。对，结果就是那社科院院长他要留一个秘书，最后他们找到我头上来。我当时也知道秘书这个活儿不是一个太好的活儿，那无论是老师也好，系里头也好，还是那个社科院人事局的都要，他说不讲别的，就是这一届研究生毕业这么多人，这院长就留一个人，对，还留不下。他说这个东西让我们怎么跟他交代？后来我觉得这话说的也对啊，而且毕竟是社科院嘛。应该是有点学术氛围所以我就是因为这个就去做这个活儿去了，做这个活儿呢，这个当然也和当时的政治情况，因为马洪呢虽然是社科院院长，但是呢他不是一把手，他上面有一个党组书记，这个呢和1980年代中期这个毛的老秘书胡乔木。和有这个1980年代的左王邓力群，这2个左王嘛，对呀，他们2个创立的社会科学院，他们创立了社会科学院，当他们俩又升了官进了政治局，进了书记处，不兼社科院职务的时候呢，他就不想把这个职务放给思想开放的人，所以呢，当时本来说经济学家余光远，他本来是资格非常深的，他是和胡乔木、邓力群一起创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那他应该顺理成章当院长嘛。当然，这个胡和邓就坚决不让他当，那还有一个笑话的，说这个余光远一泡尿撒掉了社科院院长，就是说开会的时候，就讨论这个继任的社科院院长人选，对，这个因为胡乔木和邓力群不想让余光远当的，所以这个会呢就开得非常冗长。
啊，大家都言不及义，东说西说，就是不提出人选来啊。说互相这个余光远当时正好要上厕所就去了，就走了。对，等他从厕所回来说已经决定好了哈。那当然决定好不是他，就是这个不是真是假了。当时我在社科院听到这个笑话了。那么因此马洪相对比较中立一点了，也没有明确的自由化色彩，也没有很强的保守色彩，他们就选了马洪。但是呢，他们觉得不是他们信得过的人。那梅毅呢，其实也资格很老，原来是文革以前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也是延安出来的嘛，对，那他们就让梅毅当党组书记，这个挑秘书也是，本来是梅毅党组书记挑秘书挑到我头上的，对，我听说是党组书记这个我就他挑的秘书，我说坚决不去，坚决不去呢。我后来听他们给我讲了，这个开党组会的时候，那个他们就问了啊，梅毅同志啊，你不是找了个秘书吗？找到了没有啊？啊，这梅毅就说找了个年轻人是吧？他不来，说是要搞业务，喜欢搞业务。这个马洪接口说，那到我这儿来吧，我这是搞业务的。结果他们社科院人事局又回过头来又来找我，这个还是干这活儿。那个时候呢，我就是想的就是说，反正我摆脱了这个新闻界，摆脱了评论员这个位置，那我进了社科院，这个在院长室做业务的啊，然后做一段时间，我到哪个所去啊，考个一个博士生啊，再去做研究不就完了吗？所以那时候也是没有一心要进政坛。这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人一听这个秘书，可能我是无知，因为我第一份工作也是什么一个德国公司的那个秘书，总部门的总经理的秘书，我听的秘书我就特别不舒服。然后人事部西门子，然后人事部的人还专门找我谈话，说我们这个是学徒制的那种，就是不是就有德国人有学徒传统，说秘书不是行政助理，秘书就是为以后要有机会往上走的一个。那这个中国这个东西可能是从德国学来的嘞。我就从那一天起，还是对秘书到现在我还是有一个偏见，所以到后来一说起来谁谁谁是谁谁谁的秘书，是很大的官儿，我就老是有这个无知。所以您解释一下，就在中国的这个政治环境里面，谁谁谁的秘书，这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奇怪的这么一个？特别是1980年代的中国政坛吧，有3大潜力股，对，第一叫做太子党，这个很好理解，是吧？这个是正确的投胎，当然就很容易升上去。第二呢，就是秘书党，这个呢，因为实际上秘书干的就是首长的工作，对，那所有首长要做的事情，作为首长的秘书都在你这儿过一遍。那也是至少能力，就是达到首长的一半吧，有这个能力。其次呢，当然你长期在首长身边工作，得到首长信任，所以他实际上还有第3个，也许就是说，因为你在首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没有人跟你竞争，大家都还和你搞关系。那中国政坛上这3个必要条件都有了有领导信任，有工作能力，有人际关系。当然升官容易了第3个潜力股就是青年团嘛团派1980年团派，对，所以这个秘书，我想他之所以成为一个升官的捷径，这是和这个权力结构有关系的就是说，那中国的那个权力结构中都是一个一个的小金字塔任何一个首长都是在我手下的这个金字塔的顶尖上了嘛那唯一一个全部了解这个金字塔崖上人全部运作的就是这秘书，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对，是，那他比2把手可能那一定比2把手和这个首长还靠近，所以这也是我当初离开这个秘书工作的时候呢，这个司机给我讲他说老太太都生气了，就是那谁葛阳。老太太都生气了，她说：“这小吴为什么要走啊？刚来了这么短的时间，他是不是他觉得他一个硕士屈才了，给我们这个老头子干，这个好像我们老头子官小那意思。这个我也不知道
我都一直没见过首长夫人。所以是马洪的夫人都生气了。对，您做秘书还要伺候吗？我没有，我从来没见过首长夫人，我没到他家去过。但是呢，司机实际上是和这个首长的家庭是关系非常密切的。哎，所以司机一天到晚要到首长家去，要送首长回家，可能还有的时候可能还帮家里办事呢。我也不知道呢，这是司机自己这么借着老太太的口来说我几句呢，还是说老太太真有这个话？那反正我无所谓啊。那我都想走了，别人说我什么，我在乎这干嘛？对我也无所谓。这个，因为这可以看得出来呢，就是说，大家都觉得你这是升官捷径嘛，对。那你在部长手下这个干那么几年，那么很肯定就是那这儿升个副局长、局长嘛，是吧？那我那时候27、8岁那你干个3年5年的，就升个司局长那就再慢一点吧，对啊，那40岁以前那肯定升司局长是没有问题了。但是对我来讲，这东西真的是别说一个司局长了，一个部长了，对。这些职务没有一个看在我眼里的，这句话我敢讲。对，那个时候更如此。现在我谦虚多了。谁说的？你刚才还说了总书记，您肯定比他干得好呢。这不是谦虚吧？这不谦虚。对，这个总书记我比习近平干得好，这连骄傲都不是，这只是一常识。随便哪个人都比他干得好。当时80年代这个社科院在思想和制度建设上意味着什么呢？社科院因为是胡乔木、邓丽群建立起来的，所以呢，它在这个意识形态光谱上，在80年代是属于比较偏左的。当然呢，每个所也不一样。那另外呢，就是当时的整个知识分子群体，还是非常有活力，所以很多所那么都不偏左，都是比较相当开放，非常支持改革的。那你像政治学所，严家琪那文学所刘在富，哲学所这个李泽厚，还有一些年轻的人那包括新闻所，那我们讲过，就是共产党对新闻这一块是控制的最紧的所有的文字这个里边新闻这块文字是共产党控制最紧的。这就所谓共产党这个干革命靠两杆子嘛，对。枪杆子、笔杆子。对，枪杆子和笔杆子，这个笔杆子特指就是新闻这个笔杆子。1987年还是88年，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从杆子体制与杆子人格中解放出来》，这专门批这个两杆子，这个我觉得中国的新闻体制就是杆子体制，对，其实这个用这个词可能有点骂人，对，因为我们老家的话说那个人二杆子。就是二傻子，就是棒槌，就是对棒槌，对250，这个就这意思，对，所以我也是故意用这个词汇，就是，而且不仅是杆子体制，就是这个体制是控制新闻工作者的，是不能让你有采掘信息和传播信息自由，而且我们在那个杆子体制中工作时间长了，被塑造成杆子人格，这个我当时专门强调这一点今天我作为一个政治学研究者，当然是强调体制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呢，你进入一个现实的这样一个运作的话，这个体制和你的这个人格一定是共生共存的。这体制时间长了以后，它就把你塑造成按照这种体制来运作的这种人格了这种性格了，这种行为模式了嘛。社科院，你看新闻所作为这样一个，应该说它是胡乔木提议建立的，胡乔木也把他的亲戚派来当头，这个他是希望按照他那一套东西来培养中国的下一代新闻工作者。但是呢，你看新闻所最后出的人都是这个，那么新闻自由，这新闻所首先提出来这是廖小英的副导师，这个廖小英在新闻所读硕士，他的导师是胡继伟。然后胡继伟那时候年龄也大了，而且也不太在报社这边，他在全国人大那边，那就委托孙旭培。实际上就是说，实际的导师责任是孙旭培来承担的。
那么孙旭培就是新闻系第一届的这个毕业生，就是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第一届的毕业生，他的硕士论文题目就是讨论新闻自由，这个是他是1978级的研究生嘛，对，他81年他就讨论新闻自由的。这个地方当然也出过一些高官啊，薄熙来，对，薄熙来也是科院，薄熙来是79级的，79级，对，然后这个汪晨，也进过政治局，国新办的主任原来对国新办主任，后来在光明日报当总编，然后升上去，也在人民日报当过总编。这个地方出过一些官员出过一些官员，但也在新闻所呢，其实也新闻法、新闻自由他们都鼓吹这些东西，所以这也可以看得出来呢。1980年代呢，就是你这个单位有可能就是说，无论是从你的建制来说，从你的领导人来说也好，还是从你的这个组织功能来说也好，可能都会偏于保守。但是呢，这个里面的这个从业者，这里面的工作人员，那很可能不是这样子的很有可能不是这样。你比如说，北师大实际上在1980年代，不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这个知名的地方，出了个刘晓波那最后出一个刘晓波这个那时候这个年轻一代这种在思想上突破原有的书佛的这个冲劲儿非常大现在说一个硕士研究生算什么呀，是吧？那么中国的这个别说青椒，对你都拿到博士学位了，都当了这个青年教授了，在中国还是那个苦力，是吧？和农民工的身份差不多，在大学里头。但是1980年代，不要说一个硕士生，对一个大学生完全可忽然写一篇文章，帮就全国轰动了。那不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对1年级学生卢新华在他们那个系里的墙报上贴篇小说，就全国轰动了吧，是吧？那个这一点来讲呢，就1980年代的，如果说有让人怀念的地方，那它就是这个，它在松动之中，但是呢，我总是说2句话了。当你说在松动之中的时候，就是说整个的那个板结，整个的压制是非常大的，那但是有松动，就开始有这个新的这样一个力量冒出来。1980年代，其实我想要找一个词语来概括的话呢，这个应该借助习近平夫人的那个词语，就是彭丽媛唱的那首歌，在希望的田野上。对，在希望的田野上，就是说那个时候大家总是感觉到有希望压制非常强大，但是没有人会放弃，大家都会在那里争取拉锯战也好踩线也好，打擦边球也好这个各种各样的方法，有缝就钻，那么缝越钻越大。社会风气当然也有它非常正面的东西，当然也和我在的小环境有关系了。你比如说你在人民日报这种地方那还有我们当着报童，你拍领导马屁，马上就被大家耻笑，对，这个在中国人的社会里，我想可能上千年都很难做到这样子。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1980年代是让人怀念。那你为什么不怀念它？我不怀念呢，第一呢，就是说1980年代中国的变革才刚刚开始，对，那极权主义体制还是非常非常强大，这个应该可以讲，就是如果打比方的话，就是说这个兵锋万里，这不过刚刚是可能这里那里有一朵很小很小的小花冒出来而已。当然，所有人都会看着这个小花，都会觉得说，哎，有希望这个生机来了。但是现实，你要承认现实，现实还是兵锋万里那人们的，特别是官员的这样一个观念之守旧、之僵化之顽固。那么特别是他们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重新回来，我老是喜欢套这个马克思的一句话来形容他们。当年我就是用这话套他们，我说他们就是回来以后就是以这个10倍的仇恨，对，100倍的疯狂，1000倍的贪婪他们以前没失去权利，
还不觉得权力有多么好。文化大革命中被斗、被劳改，失去了权利，回来以后，就像国民党在抗战胜利以后从重庆回到上海接收那种感觉。老子回来了。对，所以这回才知道权力有多么好，当初有权没用，真是可惜了呀。那现在回来，这10年又积压了那么多的仇恨，所以1980年的老干部群体，当然也有很多老干部是相当的这个思想开放。我讲的都不是某一个个体，那种个体可能在这个整个老干部群体中，可能只占到5%就不错了。对，绝大多数的老干部就是刚才我讲的这样一种心态老子终于重新有掌权了，拿到权以后干什么？对，安排子女，是吧？你看，习近平马上就成了这个耿彪的秘书，是吧？那一大批这样的人都成了那些领导人的秘书都是这些人这个安排子女然后回来搞住房要待遇。这个东西为什么和他们对权力的观念是紧密结合在一起，一定导致他们会保守和顽固呢？如果不是中共这样一个权力体制，你这样回来以后，不会马上受到舆论的质疑吗？对啊，不会受到其他这个权力的制约吗？不会受到民意的反弹吗？他知道，就是说，只有这个体制，那我搞这些东西才能够持续下去，我才能够保有这些东西，不会受到任何人的责难。1980年代当然有开始来自民意、来自大众对这种东西的反弹了。昨天我们讲新闻这个发展的这个历史，比如说1980年应该是10月份这个北京的一个普通的厨师，丰泽园饭庄，这个丰泽园饭庄那时候是北京比较高档的饭庄了。前门是吧？丰泽园在前门吗？这地点我还真不知道。对，这个一个年轻的厨师，20几岁，叫陈爱武。对，因为那时候那些高官就跑到他这个饭庄去白吃白喝，或者是吃了100块钱的饭，对，交了10块钱，净干这种事儿。那当时的国务院商业部部长王磊，他就是管这个行当的，所有的饭馆都是归商业部管的。那时候没有私营饭馆了，那你全国最高主管到你下边的饭馆吃个饭，对，吃100块钱的饭还交了10块钱，很给你面子了。所以饭馆能怎么样？什么办法也没有。但这陈爱武就觉得说这非常不合理那你作为一个党的官员，一天到晚讲为人民服务，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他就最后到处去告状嘛，告状这儿告被踢回去，那儿告状被踢回去。最后他狠了狠心，写了封告状信，直接寄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结果就派了调查组来调查，最后就把这个就做出了处分王磊的决定。对，然后这个决定做出呢倒没关系，中国青年报和人民日报就马上把这个决定在报纸上登出来了。登出来以后呢，这下轩然大波，这个以至于像万里这样一个以主张改革著称的领导人，当然万里和王磊有私人关系，因为他们在文革前都在北京市委工作，然后万里就出来呢批评中国青年报和人民日报，说你们登报批评国务院的一个部长，那国务院的总理和副总理都不知道，这怎么可以然后就指责他们结果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都不服软然后人民日报是说，我批评以前报告你了，电话报告你了，你说可以的了，这个很尴尬，这就等于国务院副总理撒谎了。那中国青年报是说，对这个他一个部长去做这些违反党的规定的事情，他为什么不让总理和副总理知道？对，我为什么批评他就要事先让你知道？这个陈爱武当时被登在报纸上作为一个反腐的英雄但是我要讲这个故事的结尾呢是很悲惨的。这个王磊呢，
中间有一段高潮，王磊过了1年被撤职了，啊，没有说什么原因，大家也认为呢，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但是呢，陈爱武这个人，我后来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再到网上去寻找，除了这个故事以外，他以后销声匿迹，再也找不到这个人。这个属实在呗。我认为他以后可能日子过得很不好。他如果过得好的话，那以他这样一个冲劲儿，啊，以他这样一个当年就敢站出来揭露一个部长的腐败，那后来他可能在某些场合都会发生啊，或者说到了你纪念改革多少年的时候，不应该有人去追访这种人物吗？他在公众生活中完全消失了。我认为他可能私下里被打击报复了。那么这个呢，在1979年或者1980年初，浙江有一个什么渔业方面的一个单位的一个青年工人，他也是写信举报本单位在招工过程中走后门拉关系，啊，这个搞那时候叫不正之风，对，然后呢，他因为写信告这个东西，最后被逼得跳海自杀。哎呀，啊，所以这两个方面，你看，啊，我不能因为说陈爱武最后告倒了王磊，就说1980年代如何的有希望，如何的辉煌，有希望你可以告，但是呢，你看最后压制的势力还是大呀。啊，到底陈爱武，那陈爱武应该被选进团中央才对啊，我觉得是吧？那按照共产党的这样一个，如果你真的认为这个做法是对的话，啊，陈爱武应该作为好苗子培养，对，把他选拔到中纪委去也可以啊。对，这个，所以我觉得，1980年代呢，啊，应该讲就是，在漫长的冬季以后，刚刚开始化一点点冰，啊，那么这样的季节，应该是不舒服的，是吧？叫做乍暖还寒，最难将息。对，所以尤其是今天，大家对1980年代的怀念呢，我是觉得很悲哀。那只是说1980年开的这个头，到以后越走越差，越走越差，以至于你不得不怀念它。这就像江泽民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很不怎么样，对，然后到了习近平，你就开始怀念江泽民。对啊，现在也有很多人在预估说，呀，也许再过10年就开始怀念习近平了。那这个头开成这样子，对，你说这有什么好怀念的？我在研读你的过程中，我都以为你会觉得80年代是一个所谓的高光，或者说，其实很多人都把80年代认为是中国思想。这个可能和我生活在80年代有关系。我的人生是没有高光时刻的人生。这就是这些年，就包括在公共生活，包括媒体的惰性。我必须要说，媒体的懒惰。媒体的懒惰是，先不说国内已经就是制度性的压迫，也有。您刚才说了一句话，说是有选择的。我一直认为任何时候都有选择，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国内已经没有自由讨论了。最大的顶点就是说，先怀念一下高考恢复制度，然后回忆一下改革开放，回忆一下80年代，再回忆一下这个中国传统，这就已经是现在的尺度了。但是国际媒体的问题现在在于，就是连中国到底在反抗什么，中国现在真正现实的状态，曾经到达什么高度，这些都没有了。所以我说，这个是媒体整个的失职和无能、懒惰，也是一种聪明，所谓聪明的选择，很鸡贼的选择。但是您刚才讲到的，就是我们其实去回去看中国这么多年，80年代从来不是一个高点，但它至少是一个大家还知道要把中国往哪里去讨论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不纠结这个，我以为您认为那个是一个，因为所有人低估了我的反省能力。不是，我认为是媒体没问出来，是媒体有的时候是有很多 cliché， 就很多假想。但现在如果我们的公共讨论、我们的媒体采访、我们的媒体讨论还在停留在80年代、90年代的水平，我认为那个是愚蠢，
这个真的是愚蠢。我们其实讨论的就是不要再躺在以前的怀旧，不要再躺在以前的粉红泡泡，什么故乡，什么80年代，什么改革派，能不能重新重构一个东西，回到最终极的问题？这个我觉得，如果人作为从时间这个一维度上来看呢，应该是向后看寻求智慧，向前看寻求希望。对啊，那这个民族总是向后看去寻求希望，这个是非常奇怪的。向过去看去寻求希望，这个是非常奇怪的。是的。